楚公子，这可是仙云湖有名的好酒。我不信。公子若不信，尝过便知道了。那便先放着吧。楚公子倒是谨慎。我是真没想到，刚来到这个世界就被小舅子硬拉出来逛青楼喝花酒，就离谱。不过来都来了，自然要附庸风雅，入乡随俗。也配斗师？江世子，你还是别丢人了。姐夫，你也不想喝花酒的事情被我姐知道吧？不用想也知道，这家伙肯定是争风吃醋，跟人起了冲突，想拉我帮他找回场子。打架这玩意儿我倒是在行，可惜这具身体不允许。死胖子，别浪费时间了。他不过是佃户之子，大字不识一个，岂会作诗？今日斗师大赛魁首，本少拿定了。秦二傻，老子！做事不是有嘴就行吗？姐夫，你说啥？有嘴就行。哈哈哈！区区赘婿，还真是大言不惭。你若能以仙云湖之景做出一首夺魁诗词，不仅今晚诗诗姑娘是你的，那万两白银的彩头也归你所有。一个佃户之子还想斗诗，怕是连韵脚都不知道吧？江世子这回脸要丢大了。作诗我确实不会，但我会抄啊。不会背几首诗，哪配穿越？姐夫，你到底行不行？要是做不出来，侯府的脸可就丢大了。要不等下了船，我们给他套个麻袋，狠狠暴揍一顿。男人不能说不行。西风吹老仙云波，一夜苍君白发多。最后不知天在水，满船清梦压星河。仙云波不就是眼前的仙云湖吗？苍君，仙云湖东入沧江，传说中的沧水之神，虽好，却还不算惊艳。可后两句，最后不知天在水，满船清梦压星河，写景抒情，现实与梦境融为一体，整首诗彻底升华了。若不是亲耳所闻，谁敢相信这诗出自一个赘婿之口？叶虚熙，我操！秦二傻，你服不服？哼，同为纨绔，我哪懂什么诗词？平时泡妞不都是找人代写吗？不过他们都这副表情，应该是真的厉害。哈哈，诗诗姑娘是我姐夫的了。这个小舅子能处。世子、姑爷，小姐让你们回去。陆青鸾，姐夫跑！等等，青鸾姐，给点面子。还好挨打的不是我。啊，姐，我错了，我真错了。还好挨打的不是我。江清梦，我阅女无数，不得不说，还真没见过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。回来了。他这样也正常。我楚尘微末出身，父母不过是一介佃户，而他江清梦堂堂武安侯之女，两人成亲本来就门不当户不对。我不过是他用来阻止自己成为政治联谊攻击的挡箭牌，听上去是挺可悲。可若不是有这么一张吃软饭的俊美皮囊，我连这个可悲的机会都没有。等一下，有点事儿跟你说。再过半年便是大燕文举，我看你入府1个月来都在用心读书，有没有参加的想法？侯府的推荐名额可以给你。没有。你不想参加文举？不想。以你的年纪，练武虽然有点晚了，但以侯府的资源，让你成为一流武者没问题，只是过程有点辛苦。不想吃苦。前世的经验告诉我，只要你肯吃苦，就有一辈子吃不完的苦。我才18岁，一辈子还长呢。侯府给你最好的资源，为何不去尝试拼搏一次？我都成赘婿了，还拼什么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这般胸无大志之人，你就不怕我休了你？到时你怕是连一个睡的地方都没有。无所谓。楚尘，那你当初为何要嫁入侯府？你不想入宫为妃，
需要找个挡箭牌。我不想努力了，只想荣华富贵一身。更何况你还这么漂亮，看着很养眼。江清梦武功卓绝，智慧过人，容颜绝顶，身材出众。可偏偏我有个不成器的弟弟，难以保住武安侯的基业。为此，我不顾父亲反对，招楚尘入赘。他说的确实是大实话，两人各取所需，皆大欢喜。可为什么听起来这么让人生气？你就没想过拿出点实际行动来打动我？你堂堂6品高手，我手无缚鸡之力，打不动。给我出去！这好像是我的房间。从明天开始，不准离开侯府半步。前世身为一名杀手，我早已厌倦了刀尖上舔血的日子。可那时我没得选择，现在的生活才是我梦寐以求的。况且一入侯门深似海，江清扬不成才，武安侯绝对不允许我有任何野心。我越是躺平，地位就越稳固。这软饭我吃定了。前世我是个杀手，昨夜不过陪小舅子逛了趟花船，最后还被人一手一个拎了回来。这个世界的文化与华夏古代十分相似，可同时这还是一个武道世界。融合了前身的灵魂后，我的精神力远超常人，方圆40-50米内的风吹草动都能无比清晰地感应到。可这具身体实在太瘦弱了，空有一身杀人技艺，却发挥不出真正的实力，甚至连喝花酒都不敢贪杯。没有一个好身体，又谈何享受人生？5块钱，强筋健骨，洗筋伐髓，童叟无欺。你确定不是骗钱？爱买不买。没想到前世小时候花5块钱从老乞丐手里买来的土气之法，竟然真的能强筋健骨、洗筋伐髓。得益于此，我前世的身体素质比特种兵王都要强数倍。这是什么感觉？以前修炼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变化。青鸾，逛花船是谁主意？世子承担了。小姐，就算是世子的主意，可他是有妇之夫，更是一个赘婿不淫，这样只会损害侯府和小姐的名声。难道不是吗？他文不成，武不就，根本配不上小姐。张嘴，张嘴！小姐竟然为了一个外人打我！小姐从未发过这么大脾气，别说话，都给我记住了。楚尘自从一脚纳入侯府大门开始，就是你们的主子。他文不成，武不就，根本配不上小姐。以后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，就不再是张嘴这么简单。是。江清梦为人和善，平常对下人十分宽厚。小雪从小跟着江清梦一起长大，虽然为人刻薄，但做事井井有条，因此被江清梦留在身边。久而久之，除了侯府几个主子，她从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。洛青鸾入府不到半年，却站在江清梦身侧，成为江清梦最信任之人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去洗衣房吧。小姐，我错了，求您饶我这一次。平日里，小雪身为贴身丫鬟，在侯府只需看几个主子的脸色，就连管家也要礼让3分。去了洗衣房，又苦又累，地位低下。小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小姐。小姐，小姐饶我一次，小姐，小姐。这一觉睡得倒是不错。姑爷，小姐让您去大厅。嫁入侯府1个来月，下人们对我可从来没什么好脸色，今天怎么不一样了？姑爷，小姐让您去大厅。嫁入侯府1个来月，下人们对我可从来没什么好脸色，今天怎么不一样了？诗诗见过楚公子。这是谁？找我什么事？
不是我找你，是这位柳诗诗姑娘特意来找你的。我好像不认识你。诗诗今日是来兑现诗会彩头的。原来是这个。除了诗会彩头，几位先生还托诗诗给公子带来一张雅集名帖。这是？几位先生很喜欢公子昨夜的诗，想请公子改日再来一叙。那彩头呢？公子倒是一点都不客气。既然是诗会定下的规矩，总不能不作数吧？自然作数。这才叫有始有终。银票既已送到，诗诗便不打扰了。这姑娘还挺会说话。你也看见了，人家就是来送钱的。以后少跟青阳往仙云湖那些画舫上跑。为什么？侯府姑爷整日在外面喝酒胡闹，很光彩吗？人生本就没多少乐趣，现在连听曲喝酒都不让了。你若真觉得府里无趣，以后东院归你，我会让人把院子重新收拾出来，再给你拨2个得力的下人，照顾你的饮食起居，月例也单独给你一份。只有一个条件，少跟青阳出去惹事。还有这种好事？独立院子，还有月例，昨晚随手抄首诗，今天又到账1万两，这哪里是赘婿，这分明是提前养老啊！成交。本侯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哼！这气势好强，哪怕我前世久经杀戮洗礼，也不得不承认，这位岳父大人是个武道高手。爹，这是怎么了？岳父大人，青梦，我先回去了。楚尘，欺人太甚！本侯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哼！这气势好强，哪怕我前世久经杀戮洗礼，也不得不承认，这位岳父大人是个武道高手。爹，这是怎么了？岳父大人，青梦，我先回去了。关于侯府的事情，能不参与就不参与。楚尘，你也是侯府的一部分，侯府的事就是你的事。岳父大人说的是。齐玉茹那老东西，自恃女儿入宫为妃，3番2次跟侯府作对，你们有什么办法？又是秦家。他们在将军楼对面开了醉仙楼也就罢了，今日他们卖的云仙醉与将军醉的味道简直一模一样，显然是盗取了我们的配方。1年前，侯府粮食生意被他们摆了一道，我们选择忍让。半年前，秦家又涉猎染坊、木材，故意压低价格打压我们，我们也睁只眼闭只眼。我们有什么产业，秦家也做什么产业，明显是故意针对我们。若是再年轻20岁，老子非得一刀宰了这老东西不可。爹，你可不要冲动。谁不知道秦家现在正如日中天，代表着燕王朝新势力，深得圣上信任。江家乃燕王朝立国功臣，传承至今100余年，世袭侯爵到现在已经是第6代。武安侯府封邑上千里，人口数以千万计，资源丰富，简直就是一个小诸侯国。偏偏江家人丁稀薄，历代掌权者能力不足。武安侯府被收回大部分权力和封地，早已不如当年。新王登基，各大城池新势力趁势而起，秦家便是其中之一。江家作为老牌功勋贵族，自然成了被打压的对象。这也是本侯一忍再忍的原因。可继续下去，侯府的产业迟早被秦家吞噬。反正跟我没关系。罢了，此事为父来想办法。侯府若是彻底没落，你那荣华富贵的想法，怕是要落空了。是啊，侯府若是被打压，岂不是会影响我享受生活？
秦家真是该死啊！以你的实力，灭了秦家不难吧？盛京城谁不知道秦家是我们的对头？若是杀了他们，等待我们的可能就是大燕军队镇压。我只是5到6品，刚刚踏入宗师之列，皇宫供奉的宗师便有8人，甚至还有一个7品大宗师。难怪那个秦二傻这么嚣张。江清扬好歹也是武安侯府世子，放眼整个盛京城年轻一代，应该也是地位最高之人。死胖子！可昨夜秦家那个青年却敢直呼江清扬死胖子，原来是有皇室撑腰。这几年有4个功勋贵族被罢黜了爵位，其中1家更是被抄家灭族，鸡犬不留。现在老牌功勋贵族风声鹤唳，生怕被人抓住把柄。没想到燕王这么强势霸道，难道他就不怕所有老牌功勋贵族联合推翻燕王朝统治吗？当然，燕王短时间内也不敢对爹动手，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你也想想办法。你别对我抱太大希望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想要摆烂，前提是侯府还存在。知道了，记得把侍女送来。楚尘，小姐，姑爷今日没出门，他在做什么？玩骰盅。小姐，姑爷第2日还是没出门，还在做什么？还在玩骰盅。小姐，姑爷今日依旧什么？拿着骰盅在玩。这混账又迷恋上赌博，还真是吃喝嫖赌样样精通。记得把侍女送来。他想到自己之前说要安排侍女伺候楚尘，脸色微变。侍女的事先不提了。姐夫，在家里喝酒有什么意思？今晚去百花阁。你姐把我禁足了。本来还想带你去金元坊发大财的。姐夫擅长赌书，从无败绩。经历上次花船之事，江清扬不仅被罚在祖祠面壁思过3年，身上的零用钱也全部被没收。作为一个纸醉金迷的纨绔，身上没钱怎么有脸出去混？姐夫，今晚我带你去，出了事儿我来承担，但赢的钱料我得分一半。就是这句话，如果我们赢得太多，对方会不会找麻烦？在这盛京城，谁敢找武安侯府麻烦？活得不耐烦了。保险起见，带2个侍卫。别人确实不敢光明正大得罪武安侯府，但暗地里呢，无论何时，小命第一位。放心，我来搞定。干杯！干杯！快快快，别被我姐发现！不是说出了事你承担？承担归承担，能不挨打最好还是不来。师妹，你这2天心境波澜太大，对修炼不利。我为何总被他牵动心绪？这2个混账，隔3差5不给我找点事就不痛快，竟然敢去赌博！要不要我跟上去看看？管他们死活！师妹，他们去的可是金元坊，背后的金主是秦家。2个一点都不让人省心的混账东西，最好死在外面。楚尘和江清扬偷溜进秦家的金元坊，究竟是自投罗网，还是要把秦家的钱袋彻底掀翻？这几日我想了很多办法对付秦家，不是太复杂，就是太麻烦，最终都被我一一否定。困扰侯府的问题，无非就是钱。什么来钱最快？当然是赌坊和青楼。这是有钱人的销金库，秦家依仗皇室撑腰，涉及各大产业，有酒楼、木材、米粮等等。但毫无疑问，赌坊和青楼来钱最快，至少占据秦家收益的50%。只要我一直赢，
等到秦家破产，侯府的问题自然没有了。唯一担心的是怕完后发火，现在卖上江青阳，我就无所顾忌了。哟，这不是江世子吗？此人名为林天虎，是秦家的外戚，负责管理秦家所有毒坊产业。我楚臣怎么会区区赘婿？请哪里有胆子败坏侯府？来人，上茶。当然是江青阳这个纨绔的主人。这是我姐夫楚臣。原来是楚姑爷。青阳，既然来了，能不能玩两把？也不是不行，不过我没带银两，你这儿能借钱吗？江世子的面子，林某不能不给。您想借多少？1万两吧。就你这小气鬼，难怪发不了大财，永远只能是个小小赘婿。不要利息。别人自然要利息，但江世子地位何等尊贵，当然不要利息。有楚臣这个赘婿，武安侯府不完都难啊！此地的人任尔家产万贯，最终都会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青阳，签字画押吧。秦家一直想方设法打压武安侯府，可一直没找到对方的致命弱点。江世子、楚姑爷，不知你们想玩什么？简单点，就玩大小吧。放心，有什么事本世子承担。去通知二少。是。今天不让江青阳输掉库把离开金元坛，我就不叫林阎王。这不就是一个打击江家的好机会吗？借钱完全没问题，想借多少就借多少，最好借个10万两。这些钱绝对能让武安伤筋动骨。先给两人一点甜头，再慢慢挖坑。先给两人一点甜头，再慢慢挖坑。点数看得很清楚，每次结果都没有变化。不过楚庄下面有机关。摆定离手。姐夫，不就1万两银子吗？输了勾栏听曲，赢了画舫勾女。借据是我签字画押的，还愣着做什么？开吧！赢了！这小子的运气不错，但也仅仅是不错而已。没有人能够在这里一直赢下去。继续买小。1万两银票直接梭哈了。姐夫，就算赌术再厉害，这可是2也不是万两这么玩的啊！直接2万两！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好赌的，太他妈刺激了！若是输了，那是整整4万两。金元坊1个月的利润，脚又赢了4万两白银，绝对不能让他带出金元坊。楚姑爷，这里太乱了，要不去3楼玩？我就喜欢这种气氛。那我陪楚姑爷玩2把。算了吧，谁不知道林房主是个高手？这点钱足够我们逛花船了。站住！林房主不会是输不起吧？站住！林天虎，你还想动手不成？输不起，搞什么赌坊啊？回去喂猪喽！金元坊不会真输不起吧？赢了钱不让走，这以后谁还敢来？林房主，这事儿总得给个说法吧？如果毁掉赌坊信誉，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人来送钱。江世子说笑了，谁人不知金元坊的信誉？既然楚姑爷没有胆子，不赌便是。赌也不是不可以。你想玩什么？不过我想换点花样，用你的人我感觉没意思，要不找个与你我不相干的人来摇骰子？若他真会赌，这4万两就难赢回来了。不过他多半只是走运，真有本事何必入赘侯府？王麻子，你来摇骰盅。林房主，你们我可都得罪不起，我不来，我不来。我是赌徒，又不是傻子，哪敢参与秦家和侯府的恩怨？输赢与你无关。别动，你就站在那里摇，
难道他看出了桌下机关？看出又如何？不用机关，我的赌术也数一数二。猜大小，10次至少中8次。福姑爷，你想怎么玩？猜大小感觉太没难度了，要猜就猜点数。猜点数，这真是普通人能办到的吗？或者达到5到6品宗师以上境界，才有可能做到吧？可以，既然你找死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每一局都以我手上的所有银票为赌注。开始吧，开始吧。446，这林天虎有点东西，居然猜中了2个数，346。开，346，真中了，一个都没错。姐夫，神了！赔。还玩吗？下一局可是8万赌注了。下一局可是8万两，继续。可殊不知，此刻的自己与进入金元坊的其他赌客已经没有任何区别，他只想把输掉的钱赢回。125， 225，开！225，又是楚姑爷赢，这还是人吗？他不是赘婿吗？怎么像赌神一样？8万两又没了，加上之前的，可是16万两啊！若是被秦家知道，我绝对完蛋了。好险，差点就猜错了。今天到此为止了。等等，事不过3，没有赌2局就散场的道理。再来一局。你还有钱吗？等我片刻。这里是16万两银票，最后一局。行吧。31万两，整个金元坊大半年的利润啊！还好提前借出去了1万两，要不然毛都不剩。秦家绝对不会放过我，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们活着回到侯府。走，本世子包船，随便玩。这么多钱，这能叫多少个妹子啊？算了，你们去吧。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诗诗姑娘不是等你共度良宵吗？放心，我保证不会告诉我姐。别胡说，我不是这种人，我实在不想再次经历被人提着衣领走的感觉，太丢脸了。家花哪有野花香？再说你那朵家花你也碰不着。姐，江清扬，小心！啊！你拿我挡箭？有刺客！有刺客！谁敢刺杀本世子？找死！人呢？这娘们的武力实在太强了。我要是有这样的实力，哪里去不得？肯定是金元坊的人！天杀的，竟然输不起，胆敢劫杀本世子！青鸾，回府调人，我要血洗金元坊。师妹，
没有实证，恐怕会挑起与秦家的纷争。我说是，没想到就是。看上去柔软的她，居然还有英姿飒爽的一面。这样的媳妇，若是能够征服，那滋味……停止！你脑海中龌龊的想法。我操！他能看穿内心不成？要不然他怎么知道我心中的想法？姐夫，你流鼻血了。鬼嚎什么？秦玉茹如今担任盛京城副城主，老城主还有不到1年便要离任，届时他便是最有希望继任城主之位的人。爹，我刚才得到消息，江清扬去了金元坊，而且还借了1万两白银。以武安侯府现在的处境，他还有多少家底可以输？据我所知，江清扬虽然纨绔无能，但从不沾染赌博陋习。这还得多亏江家的姑爷。那赘婿一介佃户，没读过几年书，常年混迹于市井，有这些陋习再正常不过了。今日被江清扬带去金元坊，正好毒瘾犯了，确实是个机会。这些年，虽然我们常年打压武安侯府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硬是无法致命一击。这个赘婿，绝对是上天派来助我们的，他会成为压死江家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侯府肯定会拿楚尘开刀，逐出侯府是轻的，重则直接弄死他。到时，江清梦又成了无夫之妇。上次画舫斗诗大赛，我输给楚尘，未能抱得美人回。如今若能用江清梦弥补，倒也是一桩美事。毕竟，江清梦可是燕王朝公认的第一美人。江清梦，你把握不住。还有，以后少去如烟堂。爹，那个柳诗诗到底什么来头？我让人查过她的底细，具体我也不清楚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此人才危险。不就是一个女人吗？你迟早会死在女人的肚皮上。哼！二少，楚尘不是输了31万，而是……看来是有好消息了，要不然林天虎也不会这么急切的亲自来通报。二少，行了，都是自家人，无需心思大。说吧，让那死胖子输了多少钱？别告诉我，以你的赌术，连10万都没坑到。8万。武安侯府如今被秦家打压，若不付出8万两白银，绝对能给武安侯府沉痛一击。真是个废物！二少，江清扬没有赌，我知道赌的不是死胖子，不是那个赘婿在赌吗？楚尘他输钱跟江清扬输钱并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就是你们最看不起的赘婿，赢走了31万两白银。此事若被秦百一知道，必死。说吧，楚尘输了多少？31万。11万，哈哈，11万，绝对能要江家的命。不是，天虎，你做的不错，本少有赏，大赏特赏。不是11万，是31万。什么？31万？即便是秦家，短时间内拿出这么多银两，也得肉疼一下。秦家肆无忌惮扩张，所赚银两几乎全部投入其他产业。31万负债，再想点办法，或许能买下侯府的小半产业。楚尘不是输了31万，而是赢了31万。废物！他不知道的是，噩梦才刚刚开始。小姐，军令已传，500侯府军已经出府，按脚程，他们早该到了。要不先让洛青来送我们走？姐夫，堂堂大丈夫怎能把我姐一个弱女子留下？你姐若是弱女子，普天之下估计没有大丈夫了。我累了，姐，我送姐夫。师姐，麻烦你跟着他们2个。好。青兰姐，我们需要你。你们又想搞什么幺蛾子？现在时间还早，当然是继续赌啊！你不怕侯爷打断你的腿？刚才我们赢了金元坊10万两，而秦家一共有5间赌坊，还有4间没有光顾。10万两，难怪金元坊冒着得罪侯府的风险，也要袭杀他们。赌坊害人，不是什么好地方。接下来我们赢的钱全部上交，不过
得让你帮我们毁掉赌场的那些小机关。以洛青鸾的实力，毁掉那些小机关，绝对神不知鬼不觉。你们先去，我等会儿来。硬山女人，姐夫，快点！过下侯府军队来了，就没得玩了。怎么回事？侯府军队怎么来了？快活街要出大事了！自家娘子太猛了，说一个不留，真就一个不留。回府。按着。姐夫，来者不善啊！江小姐为何率军入城屠杀无辜百姓？是段城主，城主府的人来了，让侯府麻烦了。见过段城主。江小姐为何率军入城屠杀无辜百姓？秦玉茹成为城主，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他不敢得罪秦家也就罢了，居然张口就给侯府扣帽子。金元坊藏匿贼人，袭杀武安侯府世子，侯府率军灭贼，有问题吗？你如何断定他们是贼，而不是滥杀无辜？本世子亲身经历刺杀，难道还能有假？怎么，你段城主难不成与他们蛇鼠一窝，想要包庇他？不就是扣帽子，谁不会？放肆！你才放肆！武安侯府为国兢兢业业，深得圣上信任，又岂是你能泼脏水的？若是武安侯府真深得圣上信任，又岂会放任武安侯府被秦家打压？这种话若说出口，便是挑拨君臣之罪。本官不否认武安侯府的功绩，但这不是你们乱杀无辜的理由。何谓乱杀无辜？你们无法证明贼人的身份，他们自然是无辜百姓。哪来的老东西，岂敢冒充城主大人？岂敢冒充城主大人？他说什么？区区赘婿，居然敢这么跟城主大人说话，找死吗？你说什么？百姓皆知段城主是一个男人，你却说话阴阳怪气，明显不男不女。你什么你？除非你能证明自己是个男人，否则你就是冒充城主，罪该万死。怎么证明自己是个男人？脱裤子吗？这赘婿好毒啊！区区赘婿，也敢在此丢人现眼，辱骂本官！小爷是赘婿，是吃你家米了，还是碍着你什么事儿了？武安侯乃皇室先帝所赐，只因江家为国开疆拓土，立下赫赫之功，于上对得起圣上，于下对得起黎民。今日贼人犯城，侯府亦不忘兴师讨贼，镇守圣京。汝不过产于之臣，寸功未立，只可潜身缩手，为人走狗，苟图富贵，也敢妄害侯府，好手匹夫，苍然老贼，一条断脊之犬，安敢在武安侯府世子前宁宁狂吠？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城主大人，我操！我哪能想到姐夫战力如此凶猛？回府。你倒是给老子说说，你有什么狗屁功劳？孽子，跪下！你为何不跪？小婿并没犯错，为何要跪？更何况，小婿不仅无错，而且有功。有功？何功之有？你身为侯府之人，擅自进入赌坊，按照族规，当杖责50。你还有功？你倒是给老子说说，你有什么狗屁功劳？段天阳胆敢栽赃陷害娘子，给侯府扣帽子，
就是因为侯府一忍再忍，一退再退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他无视侯府威慑，羞辱侯府。若不反击，岂不是让别人认为侯府人人可欺？这小子竟能说出这般话！秦家三番两次打压侯府，不断试探侯府底线。城主即将易位，秦家若是接管盛京城兵权，实力大涨，还会把侯府放在眼里。经过今日之事，秦家定会有所忌惮。这跟你们去赌坊有什么关系？前几日岳父大人不是为酒楼之事发愁吗？小婿无能，无法解决酒楼之事，只能想到这个笨办法。逆子，可是什么？这是今晚赢的80万两白银，应该可解侯府燃眉之急。这是你们今晚赢的？难怪金元坊的人要杀你们，换作是我，也想动手了。他们在金元坊赢了10万两，又去另外4间赌坊赢了70万两。姐夫，你说给我一半的，怎么居然上缴了？侯府不就是你的吗？可是，逆子，可是什么？难道你姐夫说的不对吗？竟然还敢反驳！那我也有功，为何还要受惩罚？老子还不知道你几斤几两，这都是楚尘的功劳。你给我老老实实去祠堂面壁思过3日，以后再敢带楚尘去赌坊，打断你的腿！是，岳父大人，小婿先告退了。好生休息，你的身体太弱了，明日让厨房给你煲参汤补补。我才是亲儿子。姐夫，姐夫等等我！10.5万，姐夫够义气，下次背锅再找我。他妈是背锅侠吗？可别去赌坊。你以为我傻吗？赌坊哪有花船好？10.5万得睡多少个妹子？楚尘，本少一定要弄死你！秦家暗中掌控的5间赌坊，被楚尘那个王八蛋赢走整整101万两。除了金元坊之外，另外4间赌坊几乎输得破产，偏偏金元坊还被屠得一干二净。失去的东西拿回来就是，对自己人发火有用吗？二少想弄死楚尘，并不是多难的事情。冯一刀，只要你能弄死他，本少给你5万两。楚尘入赘武安侯府，我们对付不了他，难道还对付不了他的父母吗？冯一刀，这是你黑龙帮的事情，与我秦家没有任何关系。那是自然。一帮马匪抢劫桃源村，全村惨遭屠杀。马匪得知楚尘身份，绑架他的父母要赎金，合情合理。好一个合情合理！不知秦家主，这赎金多少合适？无论多少，5成是冯帮主的。楚尘赢走了秦家上百万两，若是全部要回来，那可是50万两。在下即刻去办。爹，他不过是一个混混而已，怎么给他这么多？事情不能光看表面。冯一刀虽然现在是断天阳的人，但以后还有用得到他的地方。距离洗劫赌坊已经过去3天，楚尘可以不禁足，但任何护卫不得跟着他。没有护卫保护，我哪敢擅自离开侯府？这日子太没劲了，跟坐牢完全没什么区别，与我幻想的幸福生活简直就是云泥之别。唯一让我欣喜的是，我修炼的功法十分奇妙，睡觉都能不断进步。早上一觉醒来，突然感觉腹部炙热，力量相比昨日明显强了不少。若是再遇上那些歹徒，单挑3、5个应该没问题。不过经历了几天前的事情，还是不太保守。况且得想办法弄点防身物品，最好找2个心腹保镖，高手那种。楚尘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小蝶，小蝶从小跟着我长大，是我最得力的人，以后就到你院里当差，以后就由伺候你了。尘，对他好一点。还有这样的好事？不会是江清梦故意来试探我的吧？跟我进来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休息吧。姑爷，现在才正午。正午，不是正好午休吗？
他妈的又流鼻血了，怎么身体跟个色中恶鬼似的？不对，自从修炼之后，身体明显好转，火气蛮横，应该是功法的问题。不就是来试探我的吗？怎么感觉他要以身试魔一样？姑爷，你走吧，不管是试探也好，还是江清梦故意安排的也罢，这种事情得两厢情愿。强扭的瓜虽然解渴，但不甜，我更喜欢又甜又解渴的。好家伙，不会是真的来伺候我的吧？刚才怎么就没坚持一下，突然心软了呢？一个丫鬟居然看不上我，唉，算了，强迫的没什么意思，还是青楼好。那里的姑娘既水灵，说话又好听。小蝶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小姐，姑爷没有碰我，没有碰你。你先退下吧。是。难道那个臭流氓改性子了？青梦，什么事这么高兴？有人用箭射进来的。没什么，你怎么来了？秦家不知道，不过就算不是秦家，也跟他们有关。秦家还真是阴险毒辣，明的斗不过我们，就来阴。对方抓了楚尘的父母，要求100万两赎金，而且只能他一个人送去，要不然直接撕票。以我和洛青鸾的实力，灭了对方轻而易举。可万一害了楚尘的父母，现在怎么办？此事得让楚尘自己拿主意。除了不让碰之外，江清梦真的完全没有其他缺点。秦家还真是该死啊！我没有太大的抱负，只是想安安静静享受荣华富贵，了此一生。怎么总是有人跟我过不去呢？要是穿越成孤儿也就罢了，既然继承了这具身体，自然也要承担这份责任。关键是，父母对他是真的好。没有这具细皮嫩肉的皮囊，我肯定也不可能入赘侯府。楚尘，你不要冲动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你看我像是冲动的人吗？这里是88万两，还差12万两，还有1天时间，我来想办法。昨天我只给了侯府80万两，跟江清良私存了21万两，没想到江清梦竟然倒贴了8万两。这8万两估计是侯府能够拿出的全部了。除了不让碰之外，江清梦真的完全没有其他缺点。既然秦家坏了规矩，我们也没必要跟他客气，直接以牙还牙。你想做什么？今晚我要去逛花船。你，楚公子那让人飘飘欲仙的手法，奴家还想体验一次呢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他还想着逛花船，简直不当人急。你先别急，我能不急吗？秦家的软肋就在花船上。什么意思？秦家敢绑我的人，我也去绑他们最宝贝的人。你说的人是谁？秦家二公子秦怀玉，每月15他必在玉春坊包下3层。你要动秦怀玉？不是动他，是请他喝杯茶。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？只要秦怀玉在我手里，秦家就会知道什么叫规矩。万一不是秦家？你都说了万一，这说明不是秦家的可能性很小。再说少一个敌人，总归是好事。就这么办吧。师姐，你今天跟楚尘去仙云湖。我疯了，还是他疯了？妻子让丈夫去喝花酒，居然还让我当保镖？放心，我是洁身自好的。哼，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姐夫牛逼，奉旨喝花酒。我这辈子第一次见我姐亲口同意男人来这种地方。一般般喽。楚公子，数日不见，让奴家日思夜想，身子都消瘦了。公子可真狠心，这么久都不来看奴家。完
了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心若冰清，天麻不说话呢。楚公子那让人飘飘欲仙的手法，奴家还想体验一次呢。奴家对师道也略有了解，我们可以深入探讨一下。这些妖精要人老命了！别胡说，本公子对男女之事没什么经验。姐夫，你说这话良心不会痛吗？你们先过去，等下再找你们。你中毒了？不知道，最近总是流鼻血。怎么了？你可别吓我！你的身体很好。我身体好，你脸红什么？本来以为今天的任务很简单，现在这情形，还不如直接去找马匪拼命。姐夫，钱儿啥来了？你去玩吧，注意时间。明白。可惜我这一手祖传好手艺，今日没有发挥余地。来，本世子今晚高兴。这两个臭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假戏真做，就不怕耽误正事。秦二傻，这姑娘本事也看上。江清扬昨晚赢了点钱，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。有本事你也拿钱砸！加价，继续加价！江叔子这是要跟秦二少杠到底啊！江青言，你给本少等着！楚公子，夜还长呢，公子急什么？这些妖精简直要人老命！楚公子，刚才那两个妖精已经够恐怖了，但跟柳诗诗完全不在一个层次，这谁顶得住？诗诗姑娘有事吗？我只不过写了一首诗而已，还没到让人以身相许的地步吧？怎么感觉柳诗诗一直在故意接近我呢？难道她真是被我这张帅天际的绝世容颜给倾倒了？难道奴家蒲柳之姿不入公子之眼？奴家仰慕公子才华，只想与公子深入交流，探讨师道。诗诗姑娘，天色已晚，要不日后再说。刚才跟着秦公子离开的那人是洛姑娘吧？洛青鸾跟上如烟亭，可是专门易容了。若不是提前跟我打过招呼，我都认不出来。这娘们怎么会一眼看出来？洛青鸾在哪儿？光天化日之下被马匪屠了村，好可怕哦！能留下来陪陪人家吗？侯府才刚得知，他怎么已经知道了？还有这样的事？这帮马匪确实该杀！我这就回去告知岳父大人，铲除这帮马匪。姐夫，这么快啊？走。楚晨，你逃不出本姑娘的手心。桃源村光天化日之下被马匪屠了村。桃源村距离圣征城30-40里，连侯府都是别人传递消息才知道此事。可这娘们居然这么快就得到了消息，看来以后如烟坊不能去了，得换所花堂。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大不了以后不见柳诗诗。人安排好了，按照你的计划，送信去了秦府。青鸾姐办事果然放心，让一个6品武道强者去绑一个纨绔子弟，还不是手到擒来。至于绑错了，我也想过这个问题。绑匪不是要100万两赎金吗？侯府没这么多钱，从秦家找补很合理吧？接下来怎么办？当然是去报官呗。圣仙城虽然是侯府封地，却没有执政的权利，但以侯府的地位，直接找城主很合理吧？我这就带人过去。楚晨绑了秦白衣，却反手报官。这场官司到底会烧向城主府，还是彻底烧到秦家头上？秦兄，到底是谁绑架了令公子？老夫不知。犬子虽然纨绔，但不是横行霸道之人，并没有什么仇人。就你那儿子还没有仇人，横行霸道暂且不说，逼良为娼、杀人放火、欺压百姓，哪件事情没做过？对方留下了这个。想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是武安侯府。今天晚上，犬子与江世子发生了矛盾，返回的路上失踪了，随从全部被一剑封喉。放眼圣金城，能做到的不超过1手之数，而武安侯府就有3人。你想怎么做？放了楚晨父母，这10万两就当大家的辛苦费。秦兄破费了，都是自己人，秦兄直言便是。等犬子归来，让楚晨的父母永远消失。城主大人，何事？武安侯府江清梦夫妇求见。他们估计也不想鱼死网破，连夜来找我说情了。先晾一晾他们。城主大人，还有何事？江清梦说他们是来报官的。江清梦说，马匪屠杀了桃源村数百村民，请求城主大人出兵剿灭马匪。若是您不方便出兵，武安侯府可代为剿匪。江清梦，你这是何意？小女子来此，请城主出兵剿灭马匪。圣京城方圆数百里，安享太平，哪里来的马匪？你眼瞎吗？桃源村数百口人被马匪屠杀，你作为圣京城城主却一无所知。
若不是你眼瞎，就是你失职。侯府已经发现马匪窝点，你出不出兵？现已是深夜，行军不利。明日早上，本官亲自率军前往。等你明天去，被绑架的百姓都死绝了。既然城主大人不方便，那此事交给侯府吧。站住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在城主府大呼小叫？你是不是要说我无法活着离开城主府？我们不是来恳求你的，只是来通知你的。城主大人，府外有侯府200将士，千万不要妄动。江清梦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率军围开城主府！盛京城可是侯府的封地，侯府将士哪里去不得？就你这狗样，黄土都已经埋到了脖子，你杀你都怕脏了手。城主大人，快扶城主！城主，庶子不杀你，本官誓不为人。城主大人，快扶城主！城主报，快来！你这老家伙心理素质也太差了，说都说不得，还城主呢，纯粹是个战五渣，骂几句就吐血，这什么玻璃心？你回去吧，我率军去剿匪。等等，我也去。此去黑风寨50里，你的身体受得住吗？你这是关心我？谁关心你？我倒是不想去，可关键江清梦和洛青鸾都在这里，留在侯府并不安全，哪里比待在2个6品宗师高手身边更安全？拉我一把，把马给姑爷。我不会。属下惊扰战马，罪该万死。这小子有前途。临阵斩将乃兵家大忌，先记着，回来再罚他。老实点。放心，我这人最老实。出城。这哪是骑马，分明是拆骨头。能不能慢一点？剿匪大事，岂容拖延？我好歹也是个重伤未愈的人。到前面休整半刻。大人，我们的任务到底是什么？救楚臣父母。救？我们不是应该来杀楚臣父母吗？执行命令。是。有人。撤。6品宗师无尘剑诀，是他们。滴血！滴血！你们几个，去把所有监牢犯人处理掉。是。破缸弩。江清梦，就知道你们不会坐以待毙，光凭你一人也想从黑风寨救人，痴人说梦！
黑风寨怎么会有破钢弩？当然是买的喽。燕王朝早已腐烂不堪，只要有钱，什么东西买不到。破钢弩，军队特有，专门用来对付6品以上武道强者。哪怕燕王朝再如何腐小，也不会让私人得到破钢弩。整个圣京城只有一个地方有，那就是守城驻军。据我所知，驻军拥有的破钢弩也只有10架，而黑风寨居然就有3架。兄弟们，这可是大名鼎鼎的武安侯之女，谁能拿下她，她就是谁的。谢寨主！江清梦，等着受尽羞辱吧！这些山贼我倒是不惧，真正让我忌惮是那3架破钢弩。是谁？竟然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破钢弩破坏掉，到底是谁？师妹，青鸾，出什么事了？难道楚尘的父母死了？监牢中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楚尘的父母是生是死？那个暗中出手的神秘黑衣人又到底是谁？全死了！我赶到的时候，监牢中到处都是尸体，所有山贼全部被杀，无一活口。难道是那人做的？不对，那黑衣人出现的方向与监牢方向截然相反，除非对方是一群人，否则不可能这么快灭掉监牢里的山贼。有什么发现吗？数十个贼人死状极为惨烈，脸上却没有半点痛苦之色。而且从现场痕迹来看，对方可能只出了一招，秒杀分散各处的数十人，哪怕7品都做不到吧？即便是师尊，也没有这种手段。怎么可能？圣京城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高手？算了，楚尘父母没事就好。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饶命！我们也是被逼的，小的再也不敢了。小姐，这些贼人怎么处置？这些人交给你处置。还留着做什么？都杀了！不要！上山为贼，虽然并不一定都是坏人，但肯定没几个好人。砍掉10个脑袋，估计最多也就1、2个枉死。晨儿，娘爹，让你们受苦了。两世为人，有亲人的感觉真好。爹娘不苦，只要你平平安安就够了。爹娘，夫君经常念叨着2老，想要回去看你们。可夫君前段时间身体不好，经不住路途劳顿，桃源村遭此意外，如今只剩下您2老。要不2老随我去侯府住，一来能互相照顾，二来夫君也不用经常来回跑。如果您2老实在觉得不方便，那就在侯府附近建一栋房子。万万没想到，江清梦还有如此温柔的一面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夫妻举案齐眉呢，谁又能想到我连江清梦的闺房都没去过，更别说床了。放眼圣京城，又有哪里比武安侯府更安全？好，都听你的。楚婶，救命啊！等等，王二狗，几年前邻村争夺稻田水源，王二狗扛着锄头一个人站在最前，后来他离开了桃源村。楚叔，王二狗虽然混账，但从来没害过人啊！黑风寨袭击桃源村，我也偷偷给村长报了信。你报了信，桃源村不是被屠村了吗？我不知道村长那个狗贼勾结黑风寨，他根本就没有通知其他人。对了，我知道黑风寨是谁的势力。说。黑风寨的寨主是黑龙帮帮主冯一刀的人。冯一刀，晨儿，二狗确实罪不至死。其实，桃源村并没有被屠村。那天夜里，王福的儿子走丢了，大部分村民进山帮忙找人，只有少数村民被抓了过来。其他村民估计怕这些山贼杀个回马枪，都躲进了山里。村民们躲进山里，楚父又是怎么知道的？他不是被抓来了黑风寨吗？行了，饶你不死。多谢楚姑爷，多谢楚姑爷。
手上没沾过血的人可活，检举有功的人有赏。我没杀过人，他讲村的时候杀了3个人，我知道谁分过赃。赏30两白银。谢楚姑爷，你们可以下山了。楚姑爷，我们都是无家可归的人，哪怕人生还有点希望，也不会落草为寇。大家都有一膀子力气，还请楚姑爷收留。只要给我们一口饭吃就行。请楚姑爷收留。带回侯府，先审查清楚，再安排差事。多谢小姐，多谢姑爷。小姐，姑爷，这里还有20多个小孩，其中有12个孤儿，父母健在的送回去，孤儿安置在侯府。是。另外，我们在宝库中发现了大量金银和粮草，其中黄金15000两，白银437000两，粮草5万担。大丰收啊！所有参战的兄弟每人赏400两，重伤的汤药费150两，战死的15个兄弟，抚恤金每人300两。多谢姑爷。相比于收获和将士们的忠心，这点犒赏只不过是毛毛雨。从今往后，即便让这些将士去拼命，估计都不带犹豫的。将清梦又从侯府调来1000人，众人忙碌一夜，才把黑风寨前梁搬空。天边泛起鱼肚白水，一把大火点燃黑风寨，火焰冲天而起，将整座山寨烧了个干净。1000多人的队伍压着物资，救下的百姓幸存孤儿，浩浩荡荡赶回侯府。你拿我的衣服在做什么？草率了，居然忘记锁门，被抓了个现行。娘子，我每天夜不能眠，连梦里都是你。你犹如天上的仙子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而我只是一介凡人，我实在忍不住，就拿了你的衣服。娘子，你也不想我去外面鬼混吧？居然还怪上我了，总不能真的让他出去鬼混吧？败坏侯府名声不说，万一染上乱七八糟的病回来，你还喜欢什么衣服？他竟然还会主动问我喜好，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所有预料。他这般反常温和，该不会是故意设下的圈套？这些当真都是给我的？我平日太过拘谨，疏忽了你。衣服若是脏了，记得拿回来洗净收好，日后还能继续穿。你也知道，侯府用度一向紧张。另外，不准再翻我的柜子。我都明白。凡事总要懂得分寸，适可而止。自有分寸。果然，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稳了。啊去啊去！哪家的姑娘又在念叨？果然，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稳了。江清梦不但没有厌恶，居然还主动送给我几件藏品。看来这碗软饭更好。总感觉忘了一件事情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好像也没什么。算了，不想了，应该也不是什么大事。城主大人，黑风寨被灭之事我已知晓，侯府已达目的，定会放令公子回来。老夫能不着急吗？若公子有恙，段某可担。大人，侯府手段你我都清楚，都已经害死了，犬子还未归来，估计已经凶多吉少。城主大人，请给老夫500兵马，需让武安侯给我一个交代。糊涂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证据证明令公子是被武安侯府绑架的。若是妄动刀兵，你不是正中他们下怀？届时乱了圣上部署，怪罪下来，你承受得起吗？城主大人所言甚是。原本以我们的手段和实力，最慢1年，最快半年便能击溃侯府命脉。可这一切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？此子不学无术，却不按常理出牌，让我们乱了阵脚。斗师营毒坊骂土城主，反绑停白衣。我们明知侯府拥有2个6个宗师，却冒险绑架楚臣的父母。这完全是一步臭棋。现在想要救回令公子，秦兄估计要付出不小的代价。还请城主大人做个中间人，让我跟武安侯谈一谈。武安侯府从黑风寨取走的数十万两金银，可是我好几年的积蓄，如今得到一点补偿，也算聊胜于无。此事不能找武安侯，虽然他是我们的对手，但我欣赏武安侯的为人，这种事情绝对不是他做的。江清梦领兵打仗固然不俗，但一直不敢跟秦家撕破脸。至于江清扬，废物一个，又是楚臣，我们抓了他的父母，
他肯定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不过我想不通，江清梦为何会支持他？或许这小子没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。哼，总有一天我们会杀了楚尘，灭了武安侯府。这混蛋不会玩了一个通宵吧？爽，又是美好的一天。咦，明明身体很酸痛，怎么力量又强了几分？那无名功法未免强得太变态了，居然在睡梦中都能进入冥想，不断变强。只是这身体感觉被人揍了一顿，是怎么回事？而且，貌似这不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。自从入赘侯府后，这种情况就偶有发生。姑爷，小姐请您去大厅。又有什么事？这混蛋不会玩了一个通宵吧？小生见过城主大人，城主大人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这小王八蛋，可这王八蛋嘴巴有毒，骂起人来太狠。楚姑爷客气了。这位是？哦，对，老子都不怕你满手油腻，你竟然嫌弃老子！真以为老子不敢发飙？人，这位是圣金城副城主。原来是副城。等等，不对啊，你不就是圣金城城主吗？什么时候城主变成有姓傅的？哦，肯定是段城主功成身退了。这位是新来的城主大人，恭喜恭喜！段城主以后可以安享晚年了。老夫齐玉茹，此次来的目的，想必阁下已经猜到。他的名字怎么跟秦家那个老匹夫一模一样？等等，他不会就是秦家那个老匹夫吧？太羞辱人了！你这么大声音，还用得着故意用手挡着嘴吗？真好，终于目标不是自己了。难道你还想在这儿动手？啊，打我呀！这位是秦家主，他是来找你的。楚尘，你要怎样才能放了我儿子？我终于知道昨天忘记什么了，原来是忘了秦白衣。还真得感谢秦玉茹提醒我。秦家主，你怕是疯了吧？来侯府找你儿子，这里又不是孤儿院，你到底想如何？真是可笑，自己丢了儿子来问我，下次丢了长辈是不是也得找我？哟，这老家伙居然还是个武者，难道你还想在这儿动手？啊，打我呀！3日后，老夫若是见不到白衣，等等。虽然秦家和侯府确实有些矛盾，但你儿子好歹也是侯府封地子，侯府向来爱民如子。不过，秦家主也知道，侯府封地这么大，找一个人如同大海捞针，费人费力。娘子，这茶都变色了，还用来招待客人？侯府差这点钱吗？侯府没钱了。别挑衅老夫的底线。还底线？这不又多给了20万？你为何要偷师姐的内衣裙？够了吗？秦家主果然爱子心切。秦家主放心，我们这就去帮忙找人，保证3日内秦公子活生生的出现在你面前。最好如此。你真准备放了秦白衣？楚尘这般睚眦必报的人，他怎么可能答应的这么痛快？男子汉大丈夫，一口唾沫一颗钉。我不信。我可以摸着你的良心发誓。你这嘴上功夫厉害啊！你看，我又给侯府赚了40万，是不是应该奖励一下？要不要奖励你去逛花船？我是那种人吗？侯府现在不太景气，要不跟我来脱内裙？无耻下流！我满足了你的需求，你为何要偷师姐的内衣裙？啥？我会脱那座冰山的内衣裙？我自己怎么不知道？真不是你？我保证，我的房间只有你的小肚兜。你若不相信我，我可以大声对天发誓。楚尘，你别得寸进尺。真软真香，肯定是江清扬那个小王八蛋陷害我，有色心没色胆，影响我的完美形象。这2个混账都不是好东西。救命啊！连洛青鸾的内衣裙都敢偷，简直是我辈楷模。姐夫，这个王八蛋居然学到了我的保命精髓。让开！姐夫，别走啊！他真的会打死我的。江清扬，可我若是不走，他会打死我啊！
你到底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？还不跟人家青鸾道歉？青鸾，我对天发誓，他做的一切都跟我无关。放心，我给你做主。我不准说！死胖子，还真是同道人物，连洛青鸾的内衣裙都敢偷，简直是我辈楷模。怎么回事？姐，洛青鸾这个疯婆娘要杀我！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肯定是你活该。我好歹也是世子啊，现在看来，整个侯府，我的地位也就比那些下人高一点。师姐，这次饶过他，再有下次，我亲自动手。属下拜见小姐，姑爷世子。江宇，往后你就是姑爷的贴身侍卫，负责保护姑爷的安全。是。虽然我确实希望身边有几个能用之人，可这人确定不是派来监视我的。江宇虽然不满18岁，但他一家世代忠于侯府，而且他自身也是4品武者，你可以完全信任他。4品武者，虽然跟江清梦和洛青鸾完全不是一个层次，但勉强应该大概算得上强者了。如果能够再安排2个侍女，那就完美。还不滚回去！我滚！楚晨，秦白衣你准备怎么处置？过2天再说。楚晨，秦白衣你准备怎么处置？过2天再说。不是还有3天吗？别把他饿死了就行，到时候我亲自去接他。我就知道楚晨不会这么轻易放过秦白衣。换作是我，若秦家敢绑架我父亲，绝对先屠秦家满门再说。没事的时候跟着江宇练练武。练武？一辈子都不可能练武。练武这事儿偷偷的就行，没必要挂在嘴上。万一我天天努力修炼，最终却无法成功，岂不是证明我是个废材？江宇，你自己随意找个房间住下。是。楚晨，今日居然被一个小小赘婿威胁，敲诈40万两白银，再来1、2次，秦家都要被掏空了。秦家主，冯一刀有没有办法杀了楚晨？哎，秦家主，我又何尝不想杀了他？可他一直待在武安侯府，根本找不到机会。如果能让他离开侯府，只要他离开侯府，冯某轻而易举就能弄死他。今日我去武安侯府，楚晨那小子竟敢敲诈，不过他也答应了3日内把秦白衣送来。秦家主，依我看，你就安心等他们把秦二少送回来吧。不杀楚晨，难泄我心中之恨。冯帮主，只要你答应，若是楚晨离开侯府，就杀了他，老夫可以帮你再建一个黑风寨。只要楚晨离开侯府，冯某保证剃着他的头来见。每天除了晒太阳，就是看点书打发时间。虽然我只想着躺平，但并不妨碍了解这个世界。更何况，这个类似华夏古代的世界，娱乐项目太少。2日下来，江宇翻来覆去就演练这几套枪法。我在观看第1遍后，就已经完全掌握了，甚至不仅看出了江宇的弱点，还推选出一套更好的枪法。4品武者，貌似也不过如此。一山美女，带路吧。是时候去跑这秦白衣了。姑爷不是不会骑马吗？就这马术，比我也只强不弱啊！不愧是姑爷啊！这个男人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。楚晨，后面有动静。秦家果然来了，不意外。能不能甩他们？一盏茶的时间就够了。你们沿着这条小道先走。以洛青鸾的实力，上京城没人能威胁到他的性命。见过姑爷，辛苦了。里面的人还好吧？好着呢。你们知道本少是谁吗？还不快放了本少！本少灭你们满门！不就是秦家的傻儿子吗？那到底是谁？
你们是武安侯府的人，对不对？你们可知道杀了我的后果，武安侯承受不起。武安侯，嘿，就他也配当我们的主子？居然不是武安侯府，怎么可能？除了武安侯府，整个都城谁敢与秦家为敌？看来我们的计划很成功，居然连你都相信了，想来你老子也肯定深信不疑。你们是故意挑拨秦家和武安侯府的关系？如果真是这样，今日我必死无疑。你倒也不是太蠢。你说，如果你死了，秦家会如何对付武安侯府？我一死，秦家在对付武安侯府这件事上绝不会再有任何保留。一旦父亲成为城主，一场大战难以避免。你们是敌国之人，齐王朝、魏王朝还是赵王朝？你说呢？魏王朝与燕王朝并不接壤，赵王朝距离盛京城上千里，只有齐王朝距离盛京城不过100里。一旦盛京城大乱，齐王朝就是最大的受益者。你知道的太多了。不要杀我，我可以成为你们的内应。老子最恨通敌叛国之徒。不要杀我，我可以成为你们的内应。老子最恨通敌叛国之徒。大人，小心！啊！大人，快走！我要杀了他，不能功亏一篑。大人，安全第一。洛青鸾，你这是公报私仇。还不走，等下就走不掉了。剑矢虽然没有箭头，但钉在手臂上真不是一般疼。你干什么？我不会骑马。不愧是姑爷，居然睁着眼睛说瞎话，这脸皮简直无敌了。你下来。我腿断了，还愣着做什么？再不走，等下就走不掉了。娘子，救我！娘子，救我！救我！果然还是娘子的舒服。青鸾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楚尘，你真杀了秦白衣？娘子怎能如此诽谤我？谁不知我楚尘是善良正直小郎君，怎么可能无乱杀人？对。不过他以后只能蹲着尿尿。无耻，下流。惹不起。怎么就无耻下流了呢？难道你们蹲着如厕也无耻下流吗？你，楚尘，小心，趴下。走。姑爷，上马！小姐，你带他们先走。想走，谁也走不了，杀了他们！还真是果断。这个时候，他为什么还笑得出来？出来吧。青梦带了人在这里接应，我知道，可我万万没想到，竟然带了上千人。秦玉茹，你想干什么？袭杀侯府将士是想造反吗？不出来是吧？秦玉茹对我恨之入骨，我不信她在有十足把握杀死我的前提下，会不亲眼看着我惨死。
楚尘，你绑架老夫儿子，罪该万死！你放屁！要不是你这老王八蛋来侯府跪着求我娘子，我们会来帮你找儿子。我娘子得到消息，秦白衣被人囚困在此地，特意率领1500将士前来营救。你这老王八倒好，诬陷我们不说，居然还敢率军伏击，简直是恩将仇报，不是造反又是什么？胡说八道！谅你也不敢造反。既然如此，还不速速让开！家主，二少在这儿，让他们过来。秦玉茹人已经找到了，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完成了，你秦家欠侯主一个天大的人情。楚尘，你好恶毒！我替你找到儿子，哪里恶毒了？你为何要伤他？你别冤枉我，我可没动他，甚至都没见过他。楚某说话算话，之前答应帮你找儿子，3天之内让他活生生出现在你面前，难道我食言了吗？楚尘，秦家主，此事真的与我无关。我知道你不相信我，但总应该相信秦白衣吧？何不等他醒来，问问到底怎么回事？秦家主，撤退吧。侯府将士身经百战，而且数量比我们黑龙帮多将近1倍，远不是我们能敌的。老夫暂且信你。说好的1500大军呢？我们只有300人。确实只有300人，每个人带了5个火把，举不过来，只能绑在树枝上。娘子，我是不是很帅？这坏蛋好色懒惰，整天没个正形。除此之外，貌似也不是不能接受。回府。你的手给我老实点。真软，真滑。娘子，我想坐在后面。那你得抱紧我，别掉下去了。混蛋，再上去就要关小黑屋了。秦某，你怎么了？肯定是这家伙在马上不老实。大坏蛋的手法太恐怖了，如果不是生怕惊动他人，我早就动手了。没什么，身体有些不适罢了。累了一晚上，大家早点休息吧。娘子，那我回去了。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你跟我走，有点事跟你说。六品宗师真的可怕如斯。娘子，我自己能走。我好歹也是7尺男儿，若是被妻子提着走，那得多丢人。那是最好。娘子，我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屈能伸。夫君，你今天玩得很痛快是吧？是不是听错了？难道江清梦好这一口？不，绝不可能，这肯定是个坑。娘子，谁让你长得倾国倾城？这真不能怪我，我的双手完全不听使唤。你的意思是怪我了？现在我的双手也有些不听使唤。娘子，就这么掉下去，等待我的绝对是鸡飞蛋打。完了，我的快乐人生。夫君，好好享受吧。娘子，你等着。我等着。
以你的天赋，哪怕没日没夜修炼，也不可能做到。如果我能做到，绝对会让你知道，这副身体常年缺乏锻炼，身体柔韧性太差。2个时辰保持1字马，对我来说简直生不如死，感觉双脚都不是自己的了。太狠了！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被人狠狠揍了一顿。难道是鬼压床？我已经一脚迈入鬼门关。你是谁？对方能够悄无声息潜入我的房间，若想取我性命，简直如同探囊取物。久经战场的我，对危机和恶意有着十分敏锐的感觉。小子，你是千年难见的练武奇才。以后跟我练武。练武？难道是江清梦派来的？别白费心思了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对练武没有任何兴趣。练武是不可能练武的，这辈子只能吃吃软饭过日子。丢脸的事情，居然被这小子说的这么理直气壮，废物！对，我就是个废物。小子，你嘴上说不练武，可你的真气强度已经不弱于3品武者。我已经是3品武者，怎么可能？自从感觉身体不再虚弱后，我就几乎没有主动修炼过。再说，我也就睡觉的时候冥想一下而已。身体力量确实变强了，但也没强到3品这么夸张吧？可为何江清梦和洛清环2人看不出来我的修为？虽然你资质绝伦，但你修炼杂乱无章，体内真气乱窜，已经危及你的性命。若是不加以引导，迟早会爆体而亡。难道真的修炼出了问题？你以为我是3岁小孩，你说是我就信什么？我自己的身体什么状况我自己不知道吗？两世为人，我从没觉得身体有现在这么好。你可以不信，等你的真气达到4品强度，身体便会如同万蚁啃刻，痛苦万分，最终爆体而亡。爆了再说。这小子不应该满怀期待的恳求自己吗？怎么跟想象的不一样？难道这小子真不怕死吗？如果你不是来杀我的，可以走了。这个能看穿楚尘修为的神秘黑衣人究竟是谁？他是真想收徒，还是另有目的？两世为人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无聊的人。小子，你可知道，以你的资质，只要足够努力，30岁之前有很大可能成为9品天人。30岁，只要你愿意吃苦，再加上我的调教，或许不用到30岁。算了吧，第一，我不想吃苦；第二，我现在才18，10几年太久，我不想浪费生命。有这时间逛逛花船，勾栏听个小曲，不爽吗？胸无大志，烂泥扶不上墙。我就是不想吃苦，所以才嫁入侯府，做个赘婿啊。你难道想一辈子窝在盛京城？天下很大，只有武道强者才能纵横天下。你难道不知道我娘子是6品宗师？有她保护，天下哪里去？该死的混账小子，做梦都只想着吃软饭，天天这软饭一体合一。老婆，夜很深了，早点回去睡吧。什么玩意儿，神经病！大晚上不好好睡觉，跑到我房间教我练武。两世为人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无聊的。这个混账儿子虽然纨绔，但也是我的心头肉啊！掌柜们都到。少爷，二少爷要见。让他们等着。爹，到底是谁抓了你？是不是武安侯府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都蒙着脸。据我猜测，应该不是武安侯府。醒了之后，先看见的就是那3双靴子，中央的靴子往前迈了半步，
他蹲下来了，他的眼睛很近，我分不清他是要杀我还是有话要说。是不是武安侯府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都蒙着脸。据我猜测，应该不是武安侯府。醒了之后，先看见的就是那3双靴子，中央的靴子往前迈了半步。他蹲下来了，他的眼睛很近，我分不清他是要杀我还是有话要说。不是他们，齐王朝。如今各大王朝都在休养生息，而且圣金城距离齐王朝上百里，他们怎么可能针对我们？我不清楚，但也不得不防。我反而觉得是武安侯府抓你的可能性更大。爹，他们是想故意误导你，之所以没杀你，就是想让你把这个错误情报告诉我。怎么会？怎么不会？一旦我得知这个消息，肯定不会继续打压武安侯府。如此一来，武安侯府就有了喘息时间，因此绑架武安侯府获利最大。爹，我要报仇！你先好好养伤，仇为父替你报。娘子，骑马吗？我想坐后面。送去绣衣房，让他们照着做。是。楚尘这混账确实无耻了点儿，但他真的有料。呸！江清梦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到底什么事？不会秦家又来找麻烦了？秦家的事情有父亲在处理，暂时不用担心。你天天待在侯府也不是一回事。今天正好京都茶商过来收茶，你跟我去一趟。没兴趣。我都躺平了，怎么可能给自己找事的？哼，你若不去，1个月内别想离开侯府半步。娘子去哪，我就去哪。开玩笑，让我1个月待在侯府，天天面对江雨，这样的日子还不如秦白衣呢。娘子，骑马吗？我想坐后面。骑马，估计短时间内想都不要想。人生无趣啊。已经忘了多少天没去喝花酒，那里的姑娘清灵如水，说话又好听，谁能不迷醉？刚吃的一点早餐都差点吐出来。姑爷到了。姑爷待人果然和别人不一样。这里是侯府3座茶园之一，占地上万亩，也是侯府主要经济来源之一。不得不说，容颜美、身材棒的女人，穿什么都好看。茶商还有3个时辰才到，我们务必把最后一批春茶采摘完。再过一段时间，茶叶略显苦涩，就卖不上什么价钱了。江清梦虽然贵为武安侯掌上明珠，却没有半点娇气，还吃得了苦，这一点确实让人刮目相看。娘子，辛苦你了。相表于练武，这些事情虽然繁琐，但并谈不上辛苦。娘子所言甚是，不过采茶也确实辛苦，娘子也不想多带个累赘吧？要不我在这等你。那你在这待着吧。1、2、3，这坏蛋彻底没救了。Go！ 姑爷，我们哪儿去？废话，当然是去百花阁。姑爷，万一小姐知道……江雨，你是我最信任的人，但如果你是江清梦派来监视我的，现在可以走了。如果不是，以后跟着我，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。事实证明，有一副好皮囊，不只是吃软饭，就连喝花酒都更受欢迎。要是再加上有钱，快乐加倍。最好的姑娘来5个，好酒好肉伺候。你们2个陪好我兄弟。不，我就不要了。
200两都花出去了，看你小子以后还好意思打我的小报告。给老子滚下去！老子是来看美人跳舞的，哪怕看个女相扑也行，可不是来看胸口碎大沙的。给老子滚下去！你敢嘲讽老子？客官，我们这就换节目。滚！给老子揍！别打死就行。这群人太过分了。公子，有钱就是大爷。二柱已经不是第一次挨揍了，他为什么不还手？再不济逃跑也行啊。二柱为人憨厚，但脑子不灵光，在这里至少能混一口饭吃。继续打！圣京城的人都是他这样的贱骨头！不要打了！好大的蛮力！他很强吗？不能说强，不过那6人都是3品武者，若是联手，连我也得谨慎对待。可他们却被二柱轻易掀飞出去。只论力量，二柱就不弱于4品武者。你说，如果有人调教他，能不能变得更强？武道是需要天赋的，看他年龄已经不小，而且不是说他脑袋不灵光吗？估计很难成为真正的武者，只是空有一身蛮力而已。公子，二柱的年龄可不大，据我所知，二柱应该不超过17岁，他只是发育的比较早而已。17岁？17？这怎么可能才17岁？这长得也太急了。内斯，你竟敢还手！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不知道。还有，我没有还手，是你们太弱了。一个17岁、天生强力、脑子不灵亮又无处可做的怪物少年，对现在的我来说，似乎正好有用。楚姑爷，武安侯府那个赘婿，这胆子也太大了吧！你找死！你胡说，我没有着手。这傻大个怎么感觉傻的有点可爱呢？别管我，你们继续。客官，杀人真是犯法的，阿莫，你们你说错了，杀人是犯法，但只要不杀人就不算犯法，要不然他们也不敢打我。二柱，你给我闭嘴！这傻小子真的是脑子缺根筋啊！我为了保护你不被揍容易吗？现在搞得老娘都想揍死你！这帮人明显来头不小，即便真杀了，难道还真能给你偿命？杀人是犯法，但只要不杀人就不算犯法，所以可以打人。抱歉，我是经过专业训练的，一般都不会笑，除非小兔崽子，你死定了！怎么，你这么蠢，还不能让人笑吗？这是个高手，至少比我强。来啊，动手啊！动手！跪踏上王帮主，放一刀，放一刀，这杀气，少有多少人才能养出这种力量？死在他手上的人不知反应，这绝对是个狠人。等等，黑风寨真正的主人不也叫放一刀吗？就是这家伙绑架了我父母，差点屠了桃源村。看来自己又多了一份孽缘。哟，这不是楚姑爷吗？姑爷，武安侯府那个赘婿，这胆子也太大了吧！你来百花阁照顾冯某的生意，不知道江小姐是否知道呢？一个小小赘婿，得罪不起。京都的人怎么了？楚姑爷好欺负，只不过这武安侯府的体面，怕是要被您这一杯酒给喝尽了。百花阁原来是冯帮主的地盘，早知道我就找我小舅子一起来照顾一下冯帮主的生意。楚姑爷说笑了，您跟世子来百花阁是给冯某面子，怎能收钱？我像是没钱的人，
这小王八蛋确实有钱，而且其中一部分还是我冯一刀的。冯帮主，你这百花阁不行。这小王八蛋又想干什么？大家来百花阁是消遣的，这几个小杂毛在这儿捣乱，败坏了大家雅兴。你身为百花阁老板，不给大家一个交代，怎么也说不过去。这些人可是秦玉茹特别交代的，若是出了问题，快回街客服助我一讲。诸位客官，打扰大家雅兴，冯某跟大家道歉，所有人今日消费免单。冯某大姐，楚姑爷，这个交代可满意？我不满意。哼，还以为是谁呢？我这百花阁还能让人翻了天不？谁不满意？冯帮主，我们被打了。难道这帮人是被楚尘打了？宋元兄，谁敢打你们，冯某给你做主。若是冯某做不了主，那就只能请城主大人做主。是那个大傻个子，他是你的人，正好你可以做主。宋元兄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这就是你说的自己人为你卖命的下场，真是好一帮执着啊！连自己人都护不住，以后谁还会给你卖命？就这还能成为一帮之主？他现在不是我的人了，不是你的人，你有何资格决定他人的生死？江宇，拿下他们！是。楚尘，你想干什么？他们可是京都贵人，你一个小小赘婿，得罪不起。京都的人怎么了？京都的人就高人一等吗？看来这场热闹不闹大都不行了。京都的人怎么了？京都的人就高人一等吗？燕律有言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我岳父武安侯乃圣上肱骨之臣，若是他在此，绝不会眼睁睁看着大燕子民被草菅人命。呸！还肱骨之臣！拿下，带他们去报官。楚尘，你别太过分，此事闹大了，对谁都不好。千两白银，打发叫花子。本大爷在百花阁都是1至500银。把那个傻个个的卖身契给我。楚姑爷，二猪没有钱买身契，他只是在这里打杂，我们给他一口饭吃。跟上。百花阁不错，以后还常来。他消费了多少？500两。特妈的，逛青楼不但没花钱，反而赚了1400两，简直比白嫖更可恶。他就是武安侯府的姑爷。唐少，他就是楚尘。侯府赘婿居然是这样的德行，下午之行，我有些期待了。江宇，去查查那帮人的底细。姑爷，我得留下保护你，回头再安排人。算了，冯一刀这个帮主居然对那几人如此客气，想来宋元几人的身份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要带我去哪里？你叫二柱是吧？以后跟着我。管饭吗？管饱。可是我的饭量很大，他们都骂我是饭桶。你不说我都饿了。江宇，找个吃饭的地方停下。整整20多个人的饭量，居然就这么一扫而空了，真饭桶二主。吃饱了吗？8成饱。再上菜。哎，我还从来没吃过这么饱，以后我就跟着你，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好。姑爷自己都得依靠侯府月里生活，能养得起二主吗？很划算。大事不妙，差点把娘子忘了，快去查员，别让娘子等久了。我只是溜出来顺便逛个青楼，娘子应该不会介意吧？姑爷呢？没见到姑爷，好像早就不在了。小姐，京都茶商到了，茶叶已经打包完毕，随时都可以运走。想来这位便是江清梦小姐。小女子江清梦，不知您如何称呼？小生唐世杰，代表凌云商会来此收购茶叶。唐公子里边请。唐公子，茶叶已经打包装车，
此批茶叶，干茶共4万斤，每斤5两；茶青1万斤，每斤1两，共21万两白银。按照协议约定，贵商会支付30%定金，您需要支付6万3千两白银。不瞒青梦小姐，此次我们怕是无法按照协议支付。这是为何？上次从侯采购的茶叶味道苦涩，让商会名誉遭受了打击。商会高层决定，价格只能给2成，而且定金只能支付1成。茶叶味道略带苦涩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再说，清甜的茶叶可不是这个价格。若真如唐师姐所说，连下人的工钱都支付不出，凌云商会未免太不厚道。上一批茶实在太苦太涩了，根本无法入口。不过我唐家力排万族，愿意多付1成。当然，青梦小姐，这事儿也并不是不能商量。不过青梦小姐得付出点代价。还请自重。